僵尸毁灭工程，我愿称之为 PVE 最难的生存游戏。在别的生存游戏里边，不管前期活得有多艰难多痛苦，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都可以在后期过得顺风顺水，开启养老生活。但是在僵毁这个屌游戏里边，不管你装备有多毕业，不管你的物资有多开门，你可能因为一个小失误就被脏逼们围住开洗。就算你运气好，从脏逼群里活了下，但是你掀开衣服一看，有一个脏逼辣妹给你种了草莓，你也只能放弃你好不容易升级的各种技能，找一个地方料理后事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一条命游戏——僵尸毁灭工程，192小时的萌新为您开坑。第一周，在这个游戏的正常游戏模式中，第一周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在游戏的背景设定中，第一周是僵尸危机爆发的第一周。在这一周内，电视还有广播信号，可以定时观看一些电视节目，学习一些基础的生存技能，或者了解当前的美利坚情况。水电都还正常供应，有水代表着你可以喝水、洗澡、洗衣服、洗绷带、做饭；有电代表超市的冰箱还在运作，里面的食物不会坏，家里的电视可以看。最重要的是加油站可以加油。一旦过了第一周，首先面临的就是随时可能停水，然后在第2周到29天就会全周停电。当然了，运气不好也有可能游戏开始第2天就停水，第5天就停电，完全看你。所以说人话就是，第一周我们做的事情越多，后面停水停电之后我们就越轻松。所以我的计划就是在第一周之内完全解决水电、住房、食物、载具问题。那么僵尸危机爆发的第一天，我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找到一身装备、一把称实的近战武器和一个背包。但是很不幸，我们出生在了罗斯伍德的边边角，离物资点都比较远。在简单拿了一些吃喝物资之后，再背上一把菜刀用作防身，我就必须向小镇的北边移动了。刚出门就遇到了一坨脏逼，但是我不打算跟他们纠缠，因为没必要，浪费体力不说，还非常容易被脏逼刮到咬到，除非是那种警察僵尸、士兵僵尸以及背上背包的僵尸。继续往北边走，路上这种速度为行走的僵尸我们称之为行尸，只要我们保持移动的状态，基本就不会被咬到，就即便是跟得太多，往树林里面一钻就没事了。前面就是消防局了，双脚一蹬，进到院子里我只做一件事情，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！我宣布个事儿，我宣布个事儿，我宣布个事儿，我是个傻逼！脏逼们一听我是个傻逼就高兴，以为真的可以开席了，他们就会跟着咱们一直走，然后咱就可以把这些院子里的脏逼全给他引到院子外边来。你们看好我的操作。我是个傻逼，是个傻逼，没毛病。全体目光向我看齐！我是个傻逼！全我是个傻逼！我是个傻逼！很好，海大星1世在僵尸危机爆发之后生存了27分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海大星2世的表现。第2世出生的警察局，这比第1世出生的地点简直好太多了，因为消防局就在我们隔壁啊。因为在警察局收到的笔来个地图做个标记，并且打个问号，以表示这里我们没有搜刮过。那有的家人就会说了，警察局不是有枪吗？为什么不去拿枪啊？那是因为在弹药不够充足的情况下，枪那都不叫枪，那叫僵尸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只要你一开枪，隔壁城市的僵尸都会来找你。简单准备之后，出发去马路对面的消防局。得益于海大星1世的现身这里的僵尸变少了许多，哪怕是有几个零星的僵尸，也可以像这样推倒，然后直接踩爆他的头。看在脏逼身上有防护比较高的防具也可以穿上，而戴上电子手表之后，也可以显示当时时间以及设定闹钟。从窗户跳进消防局，所有萌新最友好的地方罗斯伍德消防局，这里几乎会给到游戏前期所有你需要的物资。你看我这就摸到了一个背包，虽说减重率一般只有80%，但是它的容量大，然后把咱们身体里的物品全部扔到背包里，背包所有的物品的重量会乘以 0.2， 再算到我们整个身体的承重量。来了哦，消防局的工具间，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消防斧，这次运气不错啊，还给了一个鹤嘴锄，这俩都是这个游戏的斧头类毕业近战武器，前期拿到它俩，3、5几个10来个脏逼是完全不用怕的。工具间的隔壁还有很多的医疗物资，消毒剂、绷带、止痛剂、抗生素什么的，短时间之内基本就不缺了。所以这消防局真的是新手的爹妈，又给武器又给医疗，2楼还给防具和食物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简单吃喝之后，才上午的9点钟，分秒必争，马上开始下一步行动。另外忘了说，我这次选的职业是伐木工，你们知道伐木工拿到的消防斧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消防斧被伐木工拿到。然后你别看这个游戏到处都是车，但是在咱不会开锁短街的情况下，大多数车都是没有钥匙，咱也开不走的，这也非常符合现实。谁会把车钥匙放在车里不带走的呀？但是也有些特殊情况，比如僵尸危机爆发的时候，车主人刚好准备下车，或者没来得及开走车的，那车钥匙就会在车内。遇到这样的车，那就是我人品爆发了。1个小时过去，我从消防局一路向北，都来到了商业街书店了。别说能直接开走的车，就连正常的车都没看到几辆，但是也是没办法，小镇就是小镇，虽说它开局简单，僵尸较少，但是物质少也是在情理之中。那既然都来到了书店了，不如刚好收一下技能书。这个游戏的技能书不是说你读完之后就会某种技能，而是仿照现实中的设定，你读完了之后还得去实际的操作，你才会真正的学会某项技能。强调的就是一手
他咬不到我，他咬不到我，我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在摸到了一些技能书之后，现在已经10点40了，再过1个小时就是中午的木工节目。书店旁边很贴心的就是商业街2楼，是居住区，随便进一户人家的房子，把刚刚收到的成套书籍全部放书架上，把吃喝也都放在冰箱里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临时据点了。坐在沙发上，掏出我的木工1级就开始看，看到中午12点，我们也学会了一些木工基础了。这个时候再把电视调到生存频道，咱们的木工等级就嘎嘎升到了2级。下午的话，反正也没啥事，干脆就把其他的技能书看一看，特别是战斗相关的技能书，越早看越好。当然最重要的依然还是木工等级，我就把其他邻居家的木质家具全部拆了。就这样一直拆，学，我的木工等级很快就来到了4级，看着4级很高啊，其实木工需要至少6级，最好7级才会发挥真正的作用，而且后面升级需要的经验都是翻倍。晚上7点半，我看到楼下好像有辆不错的车，去看看。也不知道托屏幕前哪位大仙的福，刚好这车就有钥匙。检查了一下车子的情况，总体状况还行，引擎勉强，油箱有点差劲，但是有油，这绝对够用了呀。但是我发现这车没有后备箱啊，我干，怪不得叫侦察车，反正有车用就不错了，我还挑上了。趁着天色还没黑，我赶紧把车开到加油站，在还没停电的时候加油是最爽的了，只需要把车停在边边就可以加油了。一辆满油的轻型侦察车就到手了，趁着天色还没黑并且顺路的情况下，我开车来到了罗斯伍的大超市。这个就是我玩这个游戏最有代入感的时候，末日超市零元购。你看看这些摆在台上的蔬菜水果，这等几天就坏了多可惜。你看看这柜子里的蛋糕甜点，以后停水停电了哪还有得吃。你看看这些新鲜的水果，以后就算我自己种那也不一定有种子呀，所以趁现在赶紧把它们放在冰箱里。还有这些猪肉、羊肉、牛肉生鲜、牛奶、酸奶、沙拉、奶酪、鸡蛋。还没完，在超市的存货区还有很多袋中的新鲜农作物，也全部放在冰箱里。做完了这些，咱们再回到临时据点，简单给自己洗漱一下。时间来到12点半，设置一个5点50的闹钟，睡觉。咱们的第一天有武器，有吃喝，有载具，非常的舒服。第二天早上爬起来，我就在等6点的美食节目了。看美食节目可以增长烹饪技能。由于我为了获得更多点数，我给自己点的弱不禁风的负面 buff， 体重非常轻，所以我为了尽快让自己增肥，就必须学会烹饪。然后整个第2天的上午，我都在拆家，还是拆家，只有尽快把木工等级搞到了7级，我才能够修建自己的安全屋。整个居民2楼都被我拆了个精光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天黑之前，我总算是把木工搞到了7级，就是那跟车辆相关的技工精工了，但是需要焊工面罩，这玩意儿我一直没有看到过。于是我决定去富人区的车库找。在富人区的一栋别墅里，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房子，这房子的窗户和门全都被封死了，我绕了一圈都没发现入口，并且还不让我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决定用斧头把门给砍坏。刚进来这房子并没有什么异常的，直到我进了2楼卫生间，我傻眼。伐木斧、野太刀、忍刀，这是什么鬼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野太刀有多帅啊！可惜了，这些武器都是不能修复的，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，全部拿走。回到临时据点，第2天就这样结束，又活了1天，真好。那么第3天，今天的任务就是建立我们真正的安全屋。在选址这块，我思考了一下，之前的消防局虽然好，但是改造工程量巨大，并且说实话，消防局的位置跟风景似乎完全不搭嘎，所以我还是选择开车到了罗斯伍德的别墅区。这里的联排别墅一共有3栋，由于右边的别墅在我清理完僵尸之后太过破败了，所以我选择住在中间的别墅。改造方案非常简单，砍几棵树，拿锯子锯一些木板，然后给院子的门口全堵上，再把房子里的储物大箱子搬到木板的后面。这样的话，除了爬在地上的僵尸，别的僵尸就不可能进来了。既然有了木工等级，那就干脆把停水的问题也解决了，以防患于未然。在1楼橱窗的位置修一个楼梯，然后把露水收集器修在2楼，再回到1楼，把2楼的露水收集器连接，以后停水就可以用这个雨水了。至于雨水的净化问题，这个也是不用担心的。这个游戏所有的居民区的水管都是安装了净水器的，雨水经过水管就会变成可用水了。然后我又在门口修了很多箱子，用于储存我以后的物资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我的侦察车没有后备箱，我怎么把物资搬回来呢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我在教堂的门口找到一辆小型拖车，能装146斤的东西，把车开过来对准拖车，就可以把它俩连接起来了，简直完美。现在是晚上不到11点，刚可以把临时据点的所有物资全部搬到拖车里来。回到家也比较晚了，我简单在家煮了意面，准备吃了睡觉。那么第3天一切都非常顺利，到目前为止我解决了安全屋问题，有了一个比较靠谱的临时安全别墅，也解决了用水问题。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用电问题和载具问题，有一辆靠谱的载具才能在末日世界活得安心，过得放心。明天我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出一趟远门，那么时间不早了，睡觉。第4天，当我把昨天晚上放在拖车里所有的物资分门别类放回家中，准备了一手出门所需的辎重之后，发现已经中午了。这个时候出远门是不合理的选择，毕竟在满是僵尸的野外，晚上是非常危险的。索性我就把所有邻居的冰箱搬到家里，准备把整个小镇需要冷冻的食物都囤在家里，还找了至少4台发电机放在门口，以防随时停电的危机。然后接下来的一整天，我都在小镇搜刮民脂民膏。可以说，我为了应对停水停电以及接下来僵尸数量的暴增，真是煞费苦心了。
第5天非常难受，外面下着大雨，视野和听觉都非常的差，但这并不能影响我的计划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，我自己玩的时候已经去过很多次。哇，之前路上看到的一辆可以开的悍马开回家，拿了点吃喝，并且到加油站加了油就出发了。没错，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老军事基地，那里非常的隐秘，全是泥巴路，而且路边树木丛生。如果说去晚呢，到处都长了灌木丛，非常难受，所以必须趁早去，把我心爱的装甲车开回来。可以说这个路非常难开啊，有的地方有树，你还不得不下来把树砍了，而且路的周围又有很多僵尸，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。哎，你他妈怎么在我身后说跑是我跑不去，我喂，紧张的说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这个 B 游戏会在我身后刷跑是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这下没救了。我他妈死赶慢赶的练的技能小人还打型2世，还有12个小时就要尸变了，临死之前来根华子吧。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烟鬼这个负面 buff 的真正意义呀。今天真不是个上路的好天气啊。